一直我想自己做游戏，无奈学习的呢是设计类的专业，也尝试过和别人一起做游戏，参与的人多了之后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就变得特别多。比如呢，对游戏功能性的这个矛盾，他需要这个功能，我需要那个功能，这样的话慢慢的在团队里就有一种妥协的气氛，就谁都不服谁。还有一些对创意的矛盾对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矛盾最后呢就都不欢而散了。后来呢，为了满足自己做游戏这个兽欲我不得不呢自己想办法学习编程。这些年呢，买了不少所谓零基础编程入门的这种书。但是呢，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所谓的零基础它不是真正的零基础。上来第一课就讲这个编程语言和 Java 的区别，这个编程语言和 Python 的区别什么的，或者第一课就教我们如何给一个变量赋值，如何写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在这个编程语言里是这样的，在另一个编程语言里是那样的，它俩的区别是什么什么什么，说了一堆。你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变量我作为一个零基础，真正零基础编程学习者，什么是变量赋值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赋值它是做什么用的呀？然后你说来说去就是这个函数那个函数的，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些括号为什么非得要写括号我在这写上100个括号不行吗？我觉得好看呀，不行。为什么呀？你得告诉我这是干嘛用的呀？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写东西？你得告诉我这个规则是什么呀？是吧？这些都没有，我可不可以在你这个编程这儿画一个长颈鹿是不是？为什么不行？你得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所谓零基础的呀。经过几次折腾从翻开第一页到放弃，重复了很多次，慢慢的我就厌倦了，然后就放弃了。从去年开始呢，新的转机就来了，这个什么 ChatGPT Midjourney 这些个大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真的走进了我的生活。但是呢，最开始我只是用这些 AI 来辅助我进行一些不疼不痒的工作，什么每天写一个email 然后因为我平时是一个设计师嘛，我的工作就是设计，所以我会用ChatGPT 写一些创意用这个 Midjourney 生成一些个灵感概念的图，我来加工。这样的话比以前的工作流程要快很多很多，非常的方便。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设计公司经营不善，这个公司业务量呢也明显的减少了，我的业余时间呢就增加了。我忽然想到了，我可以让 AI 成为我的编程的得力助手我会做 UI 人物设定这些所有美术方面的，包括动画都是我的专业，没有问题。而 AI 呢，它可以进行逻辑思维它会所有的语言我们两个配合应该不会成为大的问题，而且它不会有时间上的问题。就像我以前的那种小团队一样，今天他不行，明天他不行，总是凑不全人。这个 AI 是只要我行，他就行。这就太好了。所以呢，我打算用 AI 呢协助我去创作我自己想做的游戏，而我这个频道呢，就是用来记录一下我和 AI 一起完成我个人独立游戏的这么一个日志吧，就算。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或者对我的游戏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呢，都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留言，我呢会虚心听取大家的建议。您的建议和创意也许就会出现在我这个游戏里，但是呢，我不知道 AI 目前处理极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AI 会不会帮我彻头彻尾从零开始到最后100%完成这个游戏。我只能说我们先做着看。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呢，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游戏的内容创意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大概玩了30多年的游戏，从小时候5、6岁开始，一直到今天呢，我是一个纯的主机玩家，当然中间也玩了不少电脑游戏但是呢，玩主机还是玩的比较多，几乎所有市面上的主机游戏我都接触过，不能说多专业吧，但是基本能玩的我都玩过一遍。我也和大家一样，最近几年患上了这个严重的电子阳痿症，大量的这个3A 大作所谓的3A 大作，把我搞得真的玩不下去，玩不动的感觉。就看着屏幕里我买的这几百个游戏没有一点儿想执行他们的意思。每一天打开游戏机，每一个游戏大概看一下，然后就关机了，一点玩这些东西的动力都没有。尤其是面对这种大型的游戏我一想这个游戏我需要上手就得10几个小时，熟悉它的系统，熟悉操作，然后再用30多个小时玩到游戏中期，再一步一步的用60、70个小时，甚至过上百个小时去完成这个游戏，别提多累了。这种状态呢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是什么类型的游戏救了我呢？就是肉鸽游戏。小的时候呢，玩这个风来的西林就觉得呀，这个游戏设计的挺怪异的，死了呢就全部重来，而且能捡到什么呢？全靠运气。你有可能刚一出来就能捡到一把极好的武器，而有的时候呢，一出来你捡一个垃圾，几乎这一场就进行不下去。这个设定啊，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但是我当年啊，面对风来的西林啊，没有特别多的感情。但是近几年呢，我却全靠这个肉鸽游戏来续命了。什么吸血鬼幸存者呀、哈迪斯啊、小丑牌什么的。于是啊，我自己这次的游戏创作呢，也想做一个肉鸽类的游戏。我自己呢又比较喜欢魔兽世界。我将近玩了15年魔兽世界，再加上我又比较喜欢玩卡牌游戏，我打算做一个以魔兽世界为背景设定的卡牌肉鸽 PVE 游戏。我不打算做那种炉石传说那种还需要智力啊，还需要思考的这种游戏，非常累。我想做一个呢，你现在只带着一半的智商也能玩下去的这种卡牌爽游，就像星陨传说那样，不知道各位玩过没有？你每次啊只需抽1张牌，然后你的选择非常简单，就是用还是不用就得了。游戏呢先有一个酒馆的画面，在这个酒馆里呢，你可以选择各种职业，就类似于魔兽世界的那套职业系统，有什么战士呀、法师呀、猎人、术士、盗贼、圣骑士、萨满什么的这些。然后你选择这个职业之后呢，再开始角色方面，这一个职业有3种角色，这3种不同的角色呢，分别代表了这一职业的不同的天赋。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们做战士这个职业，那么呢，他会有一个矮人大叔，有一个兽人，有一个牛头人，他们代表不同的天赋。然后呢，每个不同的天赋呢，就会有不同的加成。比如矮人大叔是咱们一般意义上的狂暴战，那他的默认攻击力呢就增加30%，但是防御力呢会减少20%。获得的怒气呢会比其他角色快。兽人战士呢可能是一个武器战士，他的攻击力加成有15%吧。防御力呢象征的也得平衡一些，减少或者增多。他可能有啊比这个矮人大叔啊狂暴战更多的这个行动点数，你每一回合可能出的牌能更多一点。而牛头呢是一个防御战士，他呢基础防御力呢直接加30%，他的攻击呢相对应说要平衡一点，减少一些。他会比其他2个战士有一些独立的护甲机制。类似这样的其他职业呢也是遵从这个设定，每个角色带的初始卡牌呢跟这个魔兽世界每个天赋的这个技能特点呢进行归类和限制，都是一一对应的。比如说神圣牧师，基本上你的初始卡牌呢都是以治疗技能为主，当然也有少数的这个伤害技能。我也会对这些个技能进行一些平衡和调整，咱不可能让一个纯恢复的角色他推不动怪，对吧？最终呢完成这个杀怪的目的。杀完怪物之后呢会有随机事件出现，你可以选择休息啊，恢复一些生命值，还是捡宝箱啊，里面有新的卡牌，还可以出现 NPC 啊，你跟他们对话会有一些临时的小惊喜，或者是一些临时的 debuff 出现。游玩过程中呢，玩家会获得一些金币，然后用金币呢在肉鸽的这个一场一场战斗之外啊，在这个酒馆里边可以购买到你本局游戏中见到的不是你初始卡牌里的一些新卡牌，然后将它购买到你的初始卡牌里，这样可以对你的初始卡牌啊这个 build 进行一些调整。就像哈迪斯一样，每过多少个小关卡呀，就会出现一个精英或者 BOSS 关卡。这个精英和 BOSS 呢，会有一定几率掉落装备。这些装备呢，我打算融合一些魔兽和暗黑的这个掉落机制，会有一些个等级之分。就比如说绿色的、蓝色的呀，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带有功能的橙装的掉落。当然几率非常低啊，这样鼓励大家一遍一遍不停的farm游戏，增加游戏时间。我甚至呀还想让 BOSS 掉落能升级这些装备的道具，然后一点一点变强，享受这个肉鸽变强的这个乐趣。而这个装备呢，只能在最初出发之前的酒馆里进行配置，等你出发之后就无法改变了。所有掉落的装备呢都是永久物品，只要你掉过一次，这东西就永远归你了。你可以在出击的时候进行配置。这也是我想的吸引玩家反复游玩的一个核心。游戏的地图系统呢，就有不同的所谓副本。当玩家在酒馆里啊选择完职业和人物准备出发呢，就可以进入地图的选择。在地图上呢，你选择不同的区域进入，每个区域都有大概4到5个大关卡吧。其中大概经历10到15个敌人呢，就会进入精英或者 BOSS 战。
完成这个精英 BOSS 战之后，就会进入下一个大关卡，这样一直往复，就像哈迪斯一样，直到全部连续的关卡全部都通关，就可以把这次你通关里边捡到的这个装备啊带出来，相当于一个永久的提升的一个奖励。游戏难度呢，我不打算设计的特别难，游戏体量呢应该是一个中小型休闲肉鸽卡牌独立游戏这么一个设定，没有氪金，我只打算一次性买断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游戏的一些个概念上的想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并且留下一些评论，哪怕是批评也好，我都会接纳的。感谢大家。